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欢迎收看《口令命同居时代》。好，我们呢会从网络上找3男3女，然后住在一起，然后呢平日一样照自己的生活一样去上班去工作，然后呢晚上一起吃晚餐。重点呢就是这个周末一起出去玩一个大家好像崩坏了。上个礼拜一个周末发生好多事情，对呀，没错让所有的关系都变得有点尴尬。以为是玩完之后大家感情会更好，结果玩完之后，我觉得我们这里变宫廷剧了呢。对，原本是温柔性格的 Laura， 直接变成是。你的假面就是慢慢的碎掉，以后会露出你真实的那个样子。哎，我觉得你进步了，因为上一集你开场没有讲话。不要这样弄他。对，而且有特别跟我说，因为呢，从小我妈妈有教我就不能插嘴，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可能都要讲完。你有没有什么想发言的？没有。那我们要换下一个话题哦。不是，我是真的就是不习惯就插人家的好了话。 OK， 想插就插哦。我想插。这样讲不是很好。不好意思，别担心。上个礼拜我们刚好是停在思雨的对红砖的部分嘛，暗砖，所以我觉得这一定是有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不然他怎么可以直接说出来？对对对，他们在吃早餐的时候有讲到吧？姐姐跟他谈了。对啊，对，但其实呢，这一次，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每一个人我们都会去送晚餐嘛。是的。这一次要换到我了。对，我刚刚看到车上有一个很帅的人，但你那时候去还不知道他们发生什么事嘛，对不对？那时候我当然不知道啊。那整个状况，状况我们晚一点看就会知道。哦，它的味道。好亲切哦。对，这上一次的碰面就是晚餐第一天欢迎他们来的时候，是。然后所以一去的时候，你有感受到？还蛮刺激的。哇。这个通告太沉重，太沉重，到底复杂的心情啊！我比较想看孟哲哥到底有多尴尬。你的好，你的坏，藏在我心中。或许你慢慢的了解，我爱你在心头难开。甜蜜爱，甜蜜各处的品味，和你眼神交汇是暧昧，笑容甜美是必备。公车上，人群中遇见你，公车上，陶醉你迷人香气，公车上，我们沉默不语，公车上，怦然心动的记忆为你，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的照片在这，记得你的香味在这，记得你会心动。害羞的你让我着迷，盛开的花季像你的甜蜜，窗外风景照片里的你。有，嗨，怎么样？没有弄些工作的东西。你买晚餐哦？没有，我是说，买了一些酒。我说天哪，喝不够是吧？快要到小周末了，快要到礼拜3了，感觉可以喝点酒了。这种梅亚酒就是我来喝的，梅亚酒不准，梅亚酒是我们女生要喝的。不行吗？我眼睛有没有看起来有点小肿？还好。小哭了一下。早上早上还有刚刚。干嘛？所以才买那么多酒嘛。被你发现，一切的事情都用酒精来解决，这种人生态度好吗？不是啊，你在哭什么？
单刀直入，对啊，想说前面的客套就省了吧。你要这样子，你感觉也是很想聊，就直接聊吧。我本来早上其实也根本没有想要讲什么，我只是觉得，就是我就是早上看到他，我就不知道今天怎么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就卡了一个东西在心里。你说面对就是思雨啊，哦，就是他明明对啊，他两边东西都知道，然后祖祖在那边烦恼的时候，他还也就是好像一副要安慰他的样子，或者你懂吗？我就会觉得这个就有点双面呐，我那时候觉得有点双面呐。那你有跟他聊吗？然后我就会觉得会不会一直以来，就我相信的这个人其实都没有不像他讲那么真心。可是我觉得我今天聊完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其实他是真的蛮真心的啦，就是他心情很复杂啦。我后来下午也不是烦恼，下午就是突然间有点找不到自我定位的事情，就是反正我们就讲到我们自己家庭，就原生家庭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爸妈给我很多的 support 吧，我一直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好像不管怎样都还是可以回家，的那种感觉，就是我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在玩，你知道吗？也不是在玩，这样不好吗？还是你？我一直觉得这样很好，然后我的人生就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样很好。对啊，就是像 for example， 我今天来这边住，其实我就是想试试看，你知道，就我的人生想要很多不同的经验，就我之前在法国也是，就是我不想要一直过不一样的生活，所以即使我爸妈觉得其实这样很不好，就是女生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帮我的路都打点得很好，就是小学、高中都念很好的学校，然后之后大学就出国念书，然后回来之后就可能找个对象，好对象，然后可以嫁人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安全、很保险的人生啊。其实我今天想想，我觉得那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很贪心这件事，就是贪心什么？对什么 ？For example， 我又想要维持我原本很舒服的生活，然后又很想要。就是过我想要的日子，你舍不得放弃现在的舒适感，但是你又想要去追求你要的东西。对，所以我妈那时候就一直觉得说，她可能也会觉得说你跟着嫁人会好一点。那可是对我来讲，我又不想要，就是你说相亲这样吗？就是你觉得什么样子的人你才能够跟他结婚？你这个问题点的前提是就是原本没有什么感情基础，然后可能透过长辈的安排在一起之后。因为我妈一直跟我讲说，爱这件事根本不重要。你到底爱不爱一个人，这件事根本不重要。就等你跟这个人走了10年、走了20年之后，就是稳定这件事是最重要的。这个事情是稳定的，这个男的是忠实的。然后，那他对你忠实的，他基于什么样的事情会对你忠实？对啊，这也是一个点。我觉得你讲的就算有道理，就是这也是个点。我会觉得说，两个人能够忠实，你一定要你要有 connection。这个 connection 的前提就是爱啊，然后以及你们两个沟通的来，你讲的话，你讲得上话，那频率是对的。那我觉得你也本来就有答案了，你只是对啊，你只是不太敢自己讲出那个答案吧，所以相亲会带给你很大的困扰吗？你觉得女生几岁结婚？看你结婚的目的啊。如果要生小孩的话，会有限制啊。但我说没有要生小孩，我是觉得还好。其实，在法国之前，我爸妈就不喜欢我去了，就是他们觉得就没有必要，而且那时候25、26岁，青春年华正在的时候，然后现在也是吧，我觉得。也是男生。没有啊，你这样又是掉入那个观念。对啦，shit， 就会 for example， 因为现在还没有做出成家，我就会有点害怕，这个路对不对，你知道吗？然后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想过我想要去争取什么东西？像我蛮喜欢心理学的东西，只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件事当成一个我人生的一个 ，if I really like it, if I really do it and it doesn't work, what should I do? You know?
的那样的一个感觉。I'm not sure。但以现阶段你来讲，失败会怎样吗？因为我身边这样就是走另外一条路的朋友比较多，就是决定结婚的朋友比较多，然后所以不用太在意了。对啊，我是觉得我也叫我自己不要太在意啦。我常常也跟我自己讲说，就是也很多朋友抱着小孩来看我，来店里找我，就觉得蛮好的。每一条路都每一条路的走法，我觉得没什么好的。对啦，这跟我之前一开始的恐惧，或者说一开始的担心有点像，就是万一失败怎么办？怎么说？就开店或什么的。但后来就是跟自己讲，就是说，如果你想着失败，你带着绝对会失败的心情的话，你都做不了，因为你永远都在想东想西，永远都在害怕。你要有会失败的打算，你要有会失败的计划、退场计划，但是你心里不能想着说万一失败怎么办，因为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做不了。我觉得我觉得我可能要再好好的面对我这个部分，因为我觉得这其实不只落实在我的工作上面，我觉得感情上面也是。我们刚刚锁门，我刚刚锁门吗？我去看。好。嗨，哦，今天是你啊？对啊，今天是我来。哇 Hello， 你好，我带晚餐来了。太好了，好多啊！哎，就你们2个在家？目前只有我们2个。哇，你今天买什么？好香！我今天呢买了泰国菜。好棒哦！那这样子只有我，还是我们就干脆先吃？我现在刚好吧。所有人回来要吃剩菜，傻眼，虾子只剩虾壳，然后柠檬鱼只剩柠檬跟鱼骨头。我觉得我那个情绪跳不出来。哇，你了。对啊，怎么进来一个来宾？伤我了，我去喝醉一点，讲一些干话，喝醉一点。我脸有没有很红？还好，还好，一点点。一点点。对。哎，嗨，姐姐。哎，你回来了。有吃的吗？有吃的。我没有买哦。Cheers。只有我们在家。对啊。你为什么看到我呀？好像是偶像，是偶像，好紧张，不要坐着。不用紧张。你就坐吧。你们有固定的位置吗？没有，真的没有固定的位置。坐好坐满，对。对啊。等下回来的历程也很好笑，但他也是宠物组，他就是宠物组的。宠物组这2废物，这2个酒量废物，对2个。可我觉得他酒品蛮好的。他酒品还不错，他就睡觉了。哎 ，hello， 好，吃饭哦。那有门的声音。石头。Hello。哎，不用这么综艺梗吧？哎。等一下，我真的喜欢自己塞梗。好，你先放东西。怎么突然出现？对啊 ，Welcome Party 跟大家见面，想要来看一下，对，怕会不会有没有活着？怕会不会有人退出了，还是？老师，我今天又带我以前买的专辑过来。真的？对，他今天早上才在少年，还有那格斗天王原声带。哇塞，哇！我都有收啊，我有收，真的，后面应该还会有机会碰面，真的吗？这个是小心什么样的小心菜式？这样哦，泰式吗？这个是对，应该不难发现吧？应该不难发现是泰式料理。我眼中只有尬聊，停止。对，又开始。那我今天尬聊啊。为什么你吃那么少啊？我喉咙痛哦，不能辣的，是不是？所以我吃不多，吃不快啊。而且你知道，也要演唱会，不要吃太多。然后就默默一个人把它全部扫完。演唱会什么时候2月23啊。23。对啊，小巨蛋吗？小巨蛋没错。哦。这个时间非常。这是谁的演唱会啊？谁的演唱会？你再问一次。你马上就可以。你马上就可以上这个音乐了。尬聊，有点尬聊，停下来。会不会到时候专辑拿来是 F4，然后 Energy， 然后全部都是别团的，然后没有一团。不是我认真问，我认真问，你说会不会有什么变
心动了，真的心动了。真的心动了吗？但我跟你讲，票卖完了，拿过来。可以啦。可以哦，可以哦。有些这可以留哎，处于一个尴尬的状态，倒掉有点浪费。不然就像这种，对啊，反正都是用公筷，没有。先倒这个好了，然后那个先留一哎，下。他确定不吃了吗？太冲出来，好不容易捞了一只虾子进去，虾子哎，你把它倒掉。我刚才就在想说回来吃虾的，你们把它丢掉啊？我就买给你，对不起。没关系，主厨那只给我好了。刚才听到马上冲出来，我的虾呢？哦，还有什么要丢的吗？没了吧？哎，这个可以。你回来了。不是回来了，这是椰奶吗？对啊，芋头。哎，这个谁的手机是？那个 Laura，昨天到4点真的很厉害。哎，我跟我们昨天聊到4点真的很厉害。你们在聊什么？说那你们3个聊到4点，对啊，对啊我们3个聊的是坐在这边聊到4点，聊什么？是认真聊还是尬聊？认真聊。聊到4点，也有尬聊，也有尬聊。尬聊到4点很强。然后我们都在研究废物日文呢。那是什么样的酷刑？要尬聊到凌晨4点？是紫米粥日。应该是紫米粥对啊，然后有加那个这是我的吗？好好吃哦。这是我的吗？对啊。打在手，然后你把它吃起来。没有。我不吃，因为我喉咙吃甜的，现在会更多说起来了。对，那就多喝点酒吧。也不行，好像那个会更多哦，比吃甜，那我还是吃甜食好了。那酒给你喝，我吃。爱死你！所以你们昨天聊什么可以聊到4点？秘密。哎呦，好，秘密哎。呦，现在要分小团体就对了。因为我原本以为跟大家不会变成真的很好的朋友，结果后来发现大家住一住还是会有感情。不要这样看我啦，你这样我会害羞。不要勾你脸。对，姐姐脸一直在抽搐。怎么？姐姐她嘴角我们灵媒的朋友，是看我后面有什么对，你是有感应到什么？我后面有什么执念的怨人。你是不是有感应到什么东西？嘴角我们今天早上聊很多，但是这样跟聊的都讲不一样，是不是？为什么？没有一样，对啊，就想到一些事情。对啊，就这样。什么讲到好，知道。你知道，在2个人有2个人以上的场合，不要有秘密，不要讲对，好烦，我的嘴角控制不住。没有，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他这个人。哦，你说来这边最大的收获？所以我不能讲，对不对？好烦哦。所以我们要一起掉眼泪哦。那我讲另外一个，对。好，这样讲。因为他就是我的前世王，我然后把它定下来。因为它是一个天然，我可以讲哈。天然萌单恋是可以讲，对，这还好。我在他身上找的就是一个手腕，手腕很好，就是让男生喜欢你的技巧。他的牵到你的旗下，你在做什么？你在酒店就是老鸨，酒店哎，等下你又从台中来，然后呢又说哦，他有一个技巧，然后会让别人喜欢我。手腕的技巧不太对劲，什么意思啊？秘密都说出来。我已经整个归纳出一个3步骤。哪3步骤？就是让男生在3天之内爱上你的3步骤。然后你讲没有，我们现场男生大家也可以评评看这是不是真的啊？第1步骤就是要把线给画出来。什么线 ？For example， 我跟你完全不可能。然后你把这个线画出来，男生就说哦，好，就有一个，就是他会放松下来，放心的跟你这个人相处，在这个人身边就是很轻松。然后第2条线呢，就是近了之后呢，就可以来走一个若即若离的线了。但是近了之后呢，就要开始让大家猜了，就是一个若即若离的线。没有，不是，没事。想说刚刚什么意思？没有别的意思。想说我应该有什么反应？不用了。然后这个线画出来一个若即若离的线，我是觉得挺好的。然后第3个呢？我第3个是什么？我忘记了。第3个是找一个旗鼓相当的对象。旗鼓相当的对象。造出一个就是猜就第2个就是一个猜测性嘛，到底他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我他不喜欢我。然后当男生开始想的时候呢，因为男生是一个狩猎本能的动物，男生就开始追起来了，整个跑起来了，你知道我意思吗？然后当他发现有人要跟他抢的时候，他就会追得更猛。对，2个就跑起来了。100米冲刺的时候要再泼他一个冷水。哎，但他旁边笑得很不尊重。我觉得你有点不尊重我。所以你觉得？他这3步骤做得很好，做得很好。然后最后的一个步骤就是，当这个男生觉得说快放弃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手来牵起来，
你会觉得有效，就是因为我觉得很有效啊，我就想说，看我就这辈子都做不出来，我觉得那你的个性是，我喜欢你就自己会一直主动的去，就是完全不主动，完全不主动，就算你再喜欢，你已经知道他有别的女生主动要去追那个男生了，你也是不会主动，对，就这样算了。太面子。我觉得对蛮多男生会有效的，就是我觉得会，我觉得要看个性，对啊，看个性。有一些男生是他不喜欢跟人家去争的，对，哦，有些会这样，有些会这样。我是这种男生啊，我也觉得就算了，我也不喜欢竞争的感觉。对，可能他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对，他就是这样子。对，他是天然的，天然的。对啊，但是你刻意要把你自己演成另外一个人，迟早他还是会看到原本的你。对啦 ，That's very true。对啊。但是做自己好像可能阶段性不同吧。你给你自己设限太多。设限很多，因为现在身边好像都很少年纪跟我差不多的，或比我大的，因为大家都去结婚了。就是比较，所以就是觉得好像有点困难，会给自己蛮多。跟你说限制多是你会有个 list， 然后讲说哦 ，OK， 像你刚讲的 ，OK， 第一个年纪不能比我小，然后比如说收入要怎么样，他必须做什么工作，家里环境必须怎么样，你会有这些条件出来。家里会有这个条件在，就会家里会觉得，应该说想要走一个比较安全牌的人生啊，中南部比较传统，就是父母互相介绍等等之类的，那。他们会有个期待啦。挑的这个人，你会觉得你是要挑你喜欢，还是要你挑父母喜欢？就希望这个人，我自己喜欢，我父母也喜欢，那就很弹性这样子。30大关这件事一直是一个可能女生。我觉得父母给的压力多过于你自己。有一点点吧。对啊。看了这么多人类学的东西，然后是算了那么多，结果没办法，对不对？看不到自己，对啊，看不到自己有什么用？真的。很轻松。对，不会，下次看了蛮看。去年的时候真的压力很大，还想去走那个，你知道那个。就是有一个朝圣者之路，在那个庇里牛斯山跟那个法国之间，就是想去走一些路，就想要到自己想要什么东西。台湾很多庙，就拜一拜嘛。有要月老要拜一轮。听说那个迪化街那里有一个城隍庙，对，城隍庙，听说那个蛮霞海城隍庙，拜是300块很灵，听说很灵，它真的很灵，但是你条件要讲齐，大家都传来传去，但我觉得蛮好笑的。他就可能讲说要月薪要多少，身高多少，然后长得要帅，然后就是什么符合条件，都讲完之后 ，OK， 真的出现那个人，可是那个人秃头。就是会，你会觉得说这是恶搞吗？还是怎么？他讲到这么细，对不对？要讲得很细，200个清单这样之类的。你有200个？没有，我想出来，我想说，不小心想出来，对，不小心套出来，就这样，那个清单这样拉出来，一个卷轴这样子滚。哎，所以你自己有写歌吗？会写啊，只是还没有对啊，一小都听不到。是哎，是不是吉他现在是？小弹一段，这么突然，开始聊到婚姻，突然聊到聊天没有特别要干嘛？我帮你拿。我们可以先玩个国王游戏之类的。你要玩国王游戏吗？你要玩国王游戏壮胆是不是？那感觉我们要调个位置给他。因为今天插我太多电了，没办法。来播啦！但我怕我会出彩，有点紧张。出彩就不用怕，对啊，不用怕。真的。现场是大家都没听过，没听过，没有，从来没有。真假的？只有你听过？听过。哦，所以是那天到凌晨4点的时候？不是，不，音乐之夜，音乐之夜。哇塞，听起来好文青哦，又音乐交流，音乐交流，对。那个看一下，我们录音机换个电。哦。你现在松口气。你先收口气，先练一下。可不可以礼拜4或礼拜5啊？让我想想。你看他挑人。为什么礼拜3、礼拜？有在算这样子。再练一下，再练个熟一点啊！因为真的没有在面前唱过这样子。没关系啦，没关系。下次再给我个机会啦。今天我再试下准备一下。啊，你今天不弹啊？你弹一下嘛，都 Q 成这样了。我觉得改天不一定有机会哦。好，拜拜。不一定有机会，说真的。我真的还没有练得很熟啦。不知道为什么不想玩了。我也不想玩了。OK。我觉得超烦的，我真心觉得超烦的。Because I want to be the person that I'm not. I don't want to do this. I'm very sorry. I know. Very sorry. 没关系。
也没关系。好了，这个关系。效果嘛，效果可以啊。效果没事。没关系。今天你撑了吗？Hello。怎么了？叔叔，你可以来一下吗？来了。哟，你今天几点要出门？我明天早上大概7点多吧。你要跟我一起出门吗？他们说明天想开早餐，但是7点多点到。我来。礼拜5号我就可以出门。我早上也可以，我到点。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哭？你们能感受到我当下在那里有多尴尬？而且你一来，那个 Rola 要进去厨房，不是也觉得他觉得哇，他这个情绪没有办法。对他走不出来。然后其实他们一开始有讲了一些他们去宜兰相处的事情，但都讲得很表面。但是你都看到了，但是我是现在才知道。哦，你现在才知道？我是现在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我当下的时候，我就只是觉得为什么这一群人很奇怪。他给你的回答都是官方的，就是安全的。对。但我觉得姐姐刚刚崩溃，我觉得只是姐姐可能就像她讲的，她一直现在在找一个定位，她有点慌了，在感情上找不到，在这个环境里面她也找不到，然后可能又面对之前跟思雨之间的误会。其实姐姐在讲思雨撩人的这几个步骤，我觉得可能她只是想表现，可她又是一个不伤人的人，所以她其实自己讲完，她觉得我自己好可恶，自己怎么会说这个？所以她一进去马上道歉，她觉得。他这个同理心已经重到一个无法言语的地步，因为其实如果是一群人这样讲的话，基本上就是开玩笑说，这样，然后那女生大不了就是就随便你啊，反正这也是我以思雨的个性，她讲说你就讲啊，又没差。对。但是我觉得好棒哦，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其实很难开口跟人家说对不起，很难开口说抱歉，可能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可以摆在心里，然后这个误会就一直累积在那里。我觉得当下真的觉得自己做的不好，去道歉这个举动，我觉得很赞。他是一个很成熟的人，只是他会活得很累。他有结婚有事业的压力在。对，刚刚姐姐有讲到，就是说他家里有这个后盾。其实因为我家里也算是有后盾的，好羡慕哦。对我了解他的心情，但是我能给他意见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家里有后盾，所以才应该要去做你想该做的事情，而不是在那边思考说我要更有条件做。对，因为我更有条件做，我不怕失败。但是很多人是想做，但他根本没有机会去做，所以他应该要去坚持他的梦想。我觉得他是从小被保护太好了，其实他的想法，因为他世界是完美的。但是因为那是别人给他的，他没有自己走出去过，所以他不敢走。他也知道说，好，两个人在一起就算稳定，可是也要有爱，不是真的只要稳定就好。对啊，但皇上建议很好啊，你要做之前你就先想嘛，最坏是怎样，想到最坏是这样，我怎么解决？可以的话你就去做了。像姐姐的星盘非常有意思，也是她这个星座常常在爱情上被诟病的一点。姐姐是金牛座，是那她的水星代表一个人的思考。也是金牛座，那也就代表他会以金牛座的方式来做他任何事情的决定，那就是龟毛嘛。金牛座是龟毛，保守、龟毛、停滞不前、观望，等到有最大成功的可能才出奇。那如果用在爱情上，你永远都抓不到，早就被别人更大胆的抓走了。他的金星就是掌管爱情的这一块，也是金牛座。他这么金牛？一般人说呢，金星就是我面对爱情出手时候的样子。那我刚刚说，它反映出一个金牛座最常出现的问题，就是在爱情上，你不用小心谨慎。爱情啊，很多人都嘛是摔了粉身碎骨之后才找到幸福的啊，彻头彻尾的金牛，他彻头彻尾的金牛。那我觉得他连月亮都是天蝎啊，月亮星座代表一个人自我面对自己的时候是天蝎，他就回想他所有犯过错、说过的话，彻头彻尾的用感受一遍。
那个高低起伏。那你看这样，给自己这么大压力，弥补他这个怎么办？这么金牛还带一点天蝎特质的，他需要找一个能听故事，并且会给予有效回应的对象。那就皇上啦。皇上可是皇上稍微回应冷酷的点，就是搞不好跟他讲说啊自己原生家庭怎么样，那是他最大的主动了。对，他等于把他以前不说的秘密都说了。对，然后没想到外送就来了。原本期待的是皇上直接把他搂起来，一段姻缘这样。对不起，早知道上楼这么尴尬，我就不上楼了。对啊，超尴尬。交新车再搭走。奇怪，我也不知道你们这时候在聊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还在生气说奇怪，为什么没有人要下来？怎样？那所以是泰国菜吗？是。哦，好尬聊，不要这样。谁的演唱会啊？谁的演唱会？到底是谁演唱会？是 Energy 的演唱会。哇，尬聊，这已经隔壁棚的事了，这已经是隔壁棚的事了。奇怪了。那我们赶快来尬看一下吧，来尬看一下。昨天后来还好吗？那今天有过吗？哦，我看起来会一阵子嘞。好，那可是你知道明天要去儿童乐园玩吗？我们俩都明天去儿童乐园散心的。对。对啊。然后我在你犯累的时候，我要把这东西给你。那好。明天是我的。丢。有1300吗？好，那我就会去买披萨。然后反正就那个红利城没有用到，我就去买个披萨。就是拿了这个以后，不是要跟一个朋友一起去坐在车上吗？可能可以有朋友，也可能你自己啊，有什么关系？哦，我是剪晚妆是不是？不是。好啦，可以啦。车上也是 interview 啊。可以啦。可以的啊。我在想今天早上的摄影机到底有没有开啊？我真的不知道它打开。我感觉好。妈。没有，反正姐姐今天早上就跟我讲很多，然后安慰她很多。对啊，我刚刚说，她刚进去房间的时候有跟我道歉，她刚坐在这边讲那个勾引男人的事情，她也怀疑我跟洪立成还有皇上在演戏啊。对啊，那我就想说，没有在演戏，我是真的跟洪立成很聊来，然后皇上就是那样。好，哦，好累哦。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我这几天也很累。哦，好累。我光是今天早上被姐姐突然间质疑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有点傻眼。我就想说，你两面不是人了吧？对啊，我就想说，所以你为了他们这样做，然后我们这边也坏了，然后那边也坏了。对啊，我就想说，哎，然后反正我就是跟他解释了很长一段，反正他就以为就是我是 Jessie 的暗装啊，然后他就直接质问我说，我就跟他说哦，因为我辜负了 Jessie 的信誉，就是对我的信任，所以我觉得很难过，这样就是我辜负我崇拜的人的信任，所以我觉得很难过。然后姐就直接说，你们信任是什么？你们之间的信任是什么？我就想说 ，Holy shit！ 对，我想说 Holy shit！ 你现在在质疑我吗？我到这句的时候才发现他在质疑我。我到这句的时候才发现他在质疑我，说 Holy shit！ 你在说什么鬼东西？如果今天我不是真的以为我惯的话，我不可能害洪立成，就是我真的不可能玩到，就是我真的不可能醉成这样。我就跟他说我是真的。反正他就问我，他要把我家庭的事情就是讲出来嘛，就是我妈的事情，还有我爸的事情，他就把它讲出来，他就问我，然后我就讲出来，然后讲一讲，他说那他觉得合理了，那他觉得我会哭成这样合理，对啊。大概是这样。你还好吗？你很呆滞哎，刚哭完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今天一整天对自己很不满意。就我们昨天讲的那件，就是昨天 interview 讲的那件事，就荧幕记忆卡有没有关这件事情，然后。我
我真的很困惑，就是到底是不是他关的？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去关？应该是说这段时间，就大概从宜兰行之前，就是我对他的一些就是。但是后来我们觉得发现是真的可能是太多的巧合了，但我又觉得是不是你在，就是你是不是你在引导一些事情，是不是你在做一些事情？我不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我不知道我可以，就是我要都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我觉得整件事情已经让我精神快崩溃了，你知道？就是 I know， 就我自己也觉得我今天早上怎么会就是做出这样的质问，我也是觉得，我也觉得很可笑。没有，我觉得我今天一整天的状态就让我觉得实在是太，就是今天整天是蛮乱的。今天真的很乱。哦，我跟你直接讲嘛，因为不然我会卡住，所以我一定要就是全部讲出来，不然我实在是不想来管就是有或者没有了。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其实我就大概第3天、第4天的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都这么顺利？就是为什么想要有什么画面或者有什么样的冲突，我觉得都会可以出现。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 ，for example， 他跟皇上在生的那个气，我想说，我心那时候真的想说，这有什么好气的？然后气成这样，就是让我觉得很假。那其实那件事，从那天，其实我觉得像你之前就会说我可能很抽离或什么，我觉得是从这样的小小事情，可能也因为我一直不讲，所以导致现在情况就是有，也不要讲恶化，因为我觉得今天我跟思玉聊完之后，我觉得就好很多，但是就变成说我一直没有办法入戏，因为我就一直在猜，就是一直在思考说，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那而且我要怎么 react， 就是 for example。说实在话，我就觉得就是那些小情小爱的事，你知道吗？这根本不是什么太重要的事，有必要到不讲话吗？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还有就是我们 for example 真的是很严重，该好好讲。是 for example 像现在石头跟猪猪，其实从一开始的小口角，已经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点点严重。我觉得已经是跟每一个人的人生观，就是你怎么去面对你自己，跟怎么去面对另外一个人，这种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讲的。可是像那种小误会，我就觉得。然后从那时候开始，然后以及之后，就是有很多事情的进展过于顺利吧，或者是我觉得就是我就在思考这个人，就我到底能信任你还是不能信任你，然后一直到我觉得最后就是到那个 camera 的部分，我就觉得，然后而且因为那天他在那边的时候，就他进来他就哭了，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你前一天你应该就知道这件事了，因为其实前一天开始他状态就不好了。宜兰回来的路程中，其实思雨那时候状态就很不好，他就是在碎念说现在该怎么办，就是到底我该顾什么？我应该顾自助组还是我应该顾朋友？就是因为我觉得，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我就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后来之后呢，就爆出来这件事情，就其实是影片是有录的，然后后来他进来的时候，我就想说，那现在。这个眼泪是为了什么？然后，但那时候还没有讲开，那时候都还没有讲开之前，然后就是变得我想安慰，也不知道安慰，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害到人最大的应该是祖祖，应该是他安慰一下祖祖吧。然后，但是那时候是我觉得是我误会他了，就是我现在是觉得我真的是误会他了，因为 apparently 就真的是他有去关。然后真的是可能就你们机械的关系，你们是有轮，然后有拍到东西，所以下这样子是合理的。只是我觉得我今天早上就是我觉得我想不太透这件事情，然后导致就是我后来突然间我就问了他这样子，他是从石头跟。祖祖吵架，然后他以为我是节目暗装。他问我说：“石头不喜欢祖祖，为什么不跟他说？”我说：“我也不知道石头不喜欢祖祖啊。”后来才变的。对啊，我就跟他说，我是到了宜兰出发的早上，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石头跟我说的话我知道，祖祖跟我说的话我也知道。可是我觉得这种事情是要留给2个人去解决的，所以我不想当中间传话的那个人。就是这样，因为不管是祖祖跟我说我去跟石头讲，还是石头跟我说我去跟祖祖讲，都有点奇怪。
对啊，那就是留给他们自己见了面以后再讲。我觉得这个事情进展到这里，就是我今天我去跟我朋友开会，然后我听到了有点怀疑，就是我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一个，我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我说我是不是一个会让人喜欢的人 ？I never think about this, you know, like it's never this hard. 我觉得是我可能我觉得是可能我不够，我没有想的那么成熟，你知道吗？就是那么厉害。对。然后我觉得我可以，然后就是可能跟Jessie讲也是，我跟他说没事，我可以，我知道要怎么做，我不知道怎么做，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太高估我自己，我太高估我自己了。然后我跟我朋友聊天，他给我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他给我的建议我后来都没有做到。我觉得慌了手脚，到底要去哪？这个列车只像个断崖，这个车你赶快停下来，让我去吃一下米其林的餐厅好不好？平复一下心情。吃米其林的餐厅又要点好多菜，然后只吃一口，平复一下这个心情。我觉得一口，但就只有一口。然后他还来很多道米其林，这样子，前面来10道 ，OK， 完全吃不完，可以，养成了我这个坏习惯。一口接着一口，反正都会吃不完，那何必要吃完？对，没错。好烦哦！我觉得这个小房间真的是之后还是把它买下来，真是太多的回忆。泪水，它可以洗地板。明明就才住1个礼拜，为什么哭呢那么多次？而且我今天下午的时候也是，就是也在我的朋友面前也是大表泪。你来了 ，Feel good？ 你好一点了吗，姐姐？不要哭了，死亡的，干嘛死亡？想干嘛？对，死亡，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掉眼泪。不要哭。我觉得这整个氛围已经到了，就是我觉得太近了，我们大家整个太近了。就是我觉得我也太久没有就这么跟人家那么近了。我也觉得，对，就是有点太近。你不要靠近。学生时代会，但是真的是，我学生时代也没有。你学生时代也没有那么靠近啊！你也那么靠近哦。姐姐有话要跟你说。哦，好，请说。没有了，我们在讲就是，我刚刚在餐桌的时候就有讲到你跟石头的事情。哦，真的？对啊，然后你觉得石头现在觉得你喜欢他还是你不喜欢他？总觉得他很怕我。为什么你觉得他是怕你？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他一直就是我已经想说我们都讲开了，应该可以是朋友，但他还是。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他有点躲我的感觉。但是我本来是想说，我们不是已经讲开了吗？可是你心里不是这样想，不是吗？现在是啊，讲开了不是吗？因为我后来到隔天以后，我觉得 OK 了，我就看我们两个这样，我就没有那么生气。因为其实我们全部的人都觉得你不喜欢，你就不喜欢他，然后又好像要假装喜欢他的那种感觉。哦，你懂我意思吗？其实大家都有发现，你没有说，可是大家都发现。就我不希望因为我们两个自己之间的事情，然后影响到大家的情绪，所以我就想说，那没关系，我就是忍耐。我那时候因为我在反思很多事情啊，这几天，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好像也就是把这边当成反正可能就是一个短暂，我就是来这边玩一下的。对。然后我没有去面对很多，就是很多东西我都做的不投入，就觉得反正不管怎样，那现在先忍着，那反正以后不要见面就好了。或者说现在就是，可是你这个忍着的情绪，或者你这个明明就是这样想，但假装不是这样的情绪，短时间内是可以的。
但时间拖长是很难的，因为会爆发。对啊，一定会爆发，谁都会爆发啊。尤其是用忍的方式的话，而且你知道你现在因为你还小，你还是学生，虽然你其实很早就出来工作。我们去哪喝的喝？长大，你又出了社会之后，会有很多的人是你不喜欢他，但是你还是要一直跟他共事，或你不喜欢他，但是你还是必须要频繁的相处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但是我的个性就是比较不喜欢讲出自己的。我知道，我很了解，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人了，就是我可以理解，就是所以我一直在想要不要跟你讲，因为其实很明显，是不是？很明显，所以我的意思说，喜欢你也可以，不喜欢也可以啊。我们不一定要喜欢所有的人，但是我们不需要不喜欢一个人还要假装我们喜欢他。我没有到假装喜欢他，我只是想说，我们还是可以去讲话。对，就还是可以讲话，就不要让这个气氛是尴尬的。因为其实石头他自己感觉得到，你说他感觉怕你，是因为他觉得他可能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跟一个人相处，因为他就觉得明明。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就是会觉得生气，就看到他，我其实也不知道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不知道就是他讲话我就生气，我就有点想生气。那你为什么不生气？哦哟！不要假装看东西，没有东西。就是，其实他，我对像他这样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的人讲话，我都会生气。为什么？因为我以前也是。没有信心吗？为什么会没有信心？我不想讲这个。我不想看人家，不喜欢让人家看到我难过的样子。我不想让人家看到，就是我很脆弱，或是就是受伤的样子。为什么？因为不想受伤，因为不想受伤，所以不想让人家看到我受伤的样子，就觉得哦没事，其实就觉得想说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表现出我脆弱的样子的话，别人就觉得我不想别人可怜我，我想别人觉得我是坚强的。小时候就是很常会让妈妈担心吧，就是你妈妈吗？因为就是可能爸爸那边啊，或者是就是学校发生的事情，妈妈就很担心。然后，她其实也就是妈妈，也就是给我很多就是很多想法，或是很多鼓励或者什么的。可是久了，其实我会变得想要忍耐，就是不想让妈妈看到，就是我可能受伤，或者是就是我脆弱的一面，就觉得因为爸爸自己一个人把我带大，他其实也承受了很多的压力，我不想要成为他的负担，所以我觉得我必须要成长。可是你做得很好啊，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我不想让人家看到我哭的样子，我不想让人家看到我受伤的样子，我觉得这样不好。就是我忍耐没关系。可是其实有时候是怎么讲，一个
一个相对的，你今天把一件事情忍下来了，就是不是代表那个伤口不在了，你知道吗？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你们不要受伤就好了。可是他这样子会更受伤。为什么？我这样比喻好了，就是今天看鬼片好了，就看鬼片的那个example。那你宁愿就是你最害怕的时候就是你不知道那个鬼在哪里，你知道吗？你不知道那个鬼什么时候要出现，他那个音乐就是一直上去，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那个时候是最可怕的。那当你那个鬼出现的时候，你就是开了的时候，那个东西打开的时候就过了，就是过了。你我这个比较抽象的比喻，你有了解吗？我一直在想不出一个比较好的比喻，就是我觉得石头他是一个自卑人，可是石头是一个善良的人，善良，而且他是一个永不放弃的人，永不放弃。你看他那个尬聊的程度，我靠，就是接不下去的话，他一个人自己一直狂接。今天我们就，你知道那时候我还没回来，我们就一群人，然后看他跟许梦哲两个人尬聊。我想说，我们全部人都不要接话，我看他可以尬聊到什么时候，永不放弃那个精神。就是我一开始其实我也没有太想说，就是我觉得我跟你有点像，我想石头他这样子很没有自信，这种情况是，你如果自己没有自己，你救不了。我只能跟你讲一下，你要没。可是我后来发现，这样的人他也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生活的方式，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步调。那我的角度，我是鼓励你当然不需要把你跟我讲的全部的话都去跟他说，但是呢。我觉得你跟他讲的时候，让他也来骂你。Apparently， 他心中有很多的话，但那个骂不是一个，我觉得不是一个。但是我不想听他骂，你就听一下，你会笑出来，你整个人直接会笑出来，因为我们都笑出来了。或者说，哇靠，这个人真的是。他上次骂我差点俩拱。他骂你什么？上次？我讲说你这小气鬼。他讲什么？但是我又觉得我不可以这么小气，然后我就想说算了，不跟他计较。但是我其实想说，他骂你什么？因为我真的没有听到这个。他说他帮我热牛奶，然后我没有跟他说谢谢。哦，我跟他说了，我说谢谢你。然后他说什么？他帮我好心帮我热牛奶，然后他还要就我还要他帮我收。我说我那天很累，我只是想询问你可不可以。没有啦，我跟你讲，然后他就骂我。我跟你讲，他其实他跟我讲的时候讲的比较好笑啊，这个人怎么讲的时候讲成这样？我觉得你那时候的感觉可能啦，也有一点点就是想要说，我因为不是我要你帮我的，对啊，的那种感觉，我可以完全理解。但是我只能说这件事是我们的错，我们那些怎么了？你先休息一下。耳鸣太累了，没事，他多了。那你先休息一下。然后呢？是我们在那边推波助澜，我们这些人真的是也很过分，是我们叫他去惹的。如果真的有感谢对方，你感觉出来，那可能他就是觉得他感受不到，他感受不到。因为但是你若真的有谢谢一个人，你讲的方式一定是让对方感受到的，所以但是也无所谓，因为我觉得你可能我只是没有笑而已，对，我那个很累，对，然后我笑不出来。我知道，但我是觉得也太小，对了，的确是有点小气。我这样想一想，你这样一讲啊，我真的是一个墙头草，我也是觉得好像的确有点小气。应该说，我觉得这也很好机会，因为他的印象里觉得你怎么跟他想象中的不一样？他就觉得其实他心里因为也常遇到漂亮女生，那可能他对这个漂亮女生好，这漂亮女生把她当工具人。或者说，这漂亮女生就是都是在利用他，他一定这是他的，他只会直接带入。可是像我了解你，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有时候你可能都饮料放在桌上，他有跟我说，他有跟你讲这个吗？对，一天晚上而已。好啦，其他天都是我在收的。对啦，对，就是丢在那里都是我收的。对啊，就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人只要树大就会招风。For example， 你如果不把自己贴一个标签，说，我是一个超爱干净的人，或者我喜欢帮大家说，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嘛，这是人跟人，这是人跟人之间的心理技巧，就是当你贴了一个这样的标签在你的身上，或者 for example， 你贴了一个标签是我是一个很搞笑的人，好了，大家就会 expect 你是一个很搞笑的人，但当你有一天你不搞笑的时候，人家觉得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可是我觉得是你是给自己很多的心理暗示，或者你告诉自己说，哎，我们现在大家住在一起了，我不能让大家就是留下坏印象，我要来加油，好好的收拾，或者说像你从小到大，你不想让人家失望这个心情，那不想让人家失望。对，就是我可以理解的。当你有这个标签的时候，可是你有的时候没有做到的时候，像石头就被放大，对，他就被放大，说啊，干你也没有好好收啊，干你这个家爱干净或什么，他就会讲出一些这种话，他也没有恶意，但他就会觉得说，因为大家的相处时间很短。你如果当然放大，我们真的做了2年，其实就会见增长了啦。每一个人是什么个性，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是这样，其实就会见增长了。但是因为我们的时间很短，那当然也有很多的误解，所以他跟我们讲完之后，其实我也觉得好像他讲的有道理。如果从他的角度看过来，那当然我比较跟你比较熟，所以我明白你这边的出发。像我就知道，像那一天你一定就是很累了，然后。你其实也没有那个意思，因为我觉得你不是，你虽然很漂亮，但是你是一个很懂事的人，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很少看到19岁的小女生在买股票的啦。你在拿出来，我想说，干，我爸要是有这个女儿就好了，我爸就会很欣慰，我爸就会说做得好，我养出了这个女儿做得好，我还是介绍给你，直接认一个干女儿这样子，我直接让出来，我的房间整个让出来，然后哪有19岁的女生会看股票的？就是哪有，就是你是比你同年龄的你比较没有自信，你知道？因为。现在是好，我说的对，我知道，是国小、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加上那时候，就是可能太漂亮吧，不要再这样了，我觉得可以停。对，就是没有，就是真的啦，就是因为这样，然后就是其实很多同学很讨厌我。我觉得漂亮的女生就是一半一半，就是跟我很好的很好，但是很讨厌我的，就是真的很讨厌我，就是那种我走在路上，他们就会说啊不是很厉害，不是模特，走2步来给我看呐，那种就是，我觉得。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就还在这样装得很淡定这样，然后其实内心已经澎湃到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我先去一下。好。那我们都可以开了吗？我可以找你聊一下吗？这也没什么啊。不是啊，因为我觉得你好像开头有一些误会，因为我真的只是因为节目效果，我附和大家这样子讲，可能会造成你不舒服。那我也，总之这真的什么都没有，就是我真的也没有对你怎样还是干嘛的，这是没有什么。对啊，就希望你就是不要想太多了。那我其实也可以听不太懂。哦，是哦。对，这样子。是不是有听说你会把我看成什么粉丝啊？是不是？粉丝？不是，我是说你说话的方式，跟我有一个粉丝很像。是就是有点骚扰的感觉。也不是，就是会觉得不想回答你的问题。哦，真的假的？对，有一点。例如。就是你回答白目的话的时候。哦，因为我真的是对了，我讲话是的确是蛮。有时候，这只能讲有时候，就尬聊的时候，我会觉得尴尬的。哦。然后就觉得不知道怎么接，然后。其实不是只有你啦，大家都是啦，就是大家也会就是说干那时候在尬聊，可是我是觉得，为什么会到尴尬的地步呢？这个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跟我。只是你不要太跟我尬聊，我会尴尬。没有，那我就真的不要太跟你尬聊。可是就是有话我想跟你讲，我再跟你讲就好了。是应该说这样，我现在很喜欢我们现在这样对话。但你有时候尬聊的时候会让我到就是我就直接讲，但我觉得有点讨厌。OK。我不喜欢无脑对话。OK。没有，就是你会受伤吗？没有。我从头到尾其实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讨厌你，也没有什么受伤。我真的讲真的，因为我生活圈就是这样子。毕竟来这边本来就2个生活圈的人碰撞，所以我就尽量避啊，我就避开啊。对，所以你反而好像就造成大。你避的太明显了。不行，我这个人就是直接。对，你那个，所以我就是会满头问号，所以我还是。我知道，而且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跟你讲，
怎么了？但其实大家都有这个问题，所以但是你比较严重一点，然后我就变得不太想跟你讲。你知道，我完全不说脏话这件事情，我说脏话一直说英文，就是最严重就是 fuck 这样。我觉得你这个可以跟我讲一下，而且这个跟你讲哦，我来这里收敛超级多。谢谢，再多一点。对，谢谢喽。我就是觉得对你们想说算了，我就不要管你们，但是你又讲的有点多，让我觉得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又不好意思说，因为大家都讲了，所以呢我就不好意思讲出来。但是现在只有我们2个，所以我就直接先跟你讲。没关系啊。你怎么都在房间里？我刚跟石头聊了耶。我这么快哦？这个速度聊完了。聊了什么？很好了。有走心的聊吗？确定吗？我会直接跟他讲。然后他怎么回？他就说好，我知道了。干没用，有种事吗？他说好了。他说好，那我们这样就算是有讲开了，我懂了。我说讲开了，没有啊。很好了耶。这种东西本来需要时间。不用啊，不要时间吗？好啊，随便。你这样叫我怎么？我上面一个 S 小燕子，我怎么做一个结尾？这样没有办法让我做一个就是 ending。没办法，我们已经和好，太快了。其实刚好在房间，只剩我跟祖祖，其实有大概聊了一下，后来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毕竟来这边本来生活圈都不一样，他是不喜欢我的说话方式，跟比如说想讲脏话、硬尬聊这些事情，他居然是 care 这2点，对啊，我也说，那如果真的有造成你的一些心理上还是什么的不开心，那我真的也是不好意思，因为真的是。因为我的生活就是我生活这边就是真的是都是这种方式，对啊，我是不清楚是不是真的这样，只是至少他是跟我这样说了。看到了好多不一样的祖祖，对，完全不一样。罗拉也是啊，然后，我发现这一整集下来，没有办法逃离这里的时候，你就必须面对自己，所以他必须再回到原点，再面对这些可能我不喜欢的人，我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我必须表现出平常不是我的样子。我觉得已经到达一个顶点了。他在宜兰的时候所询问的方式，不是那么真心的，他只是觉得，你觉得怎么样啊？可是他在这边，我觉得他是听完罗拉的话，我觉得他真心有想和好。所以我觉得他是真的有想去坦白，但其实他在跟罗拉告白的那一段，其实我已经眼眶含泪，因为呢，我也是自己带我女儿长大，我知道我女儿其实在别人面前，她是必须伪装坚强的，因为她也怕别人瞧不起她，或者欺负她，或者她怕妈妈担心，知道妈妈很辛苦，我不能再成为你的负担，所以我必须表现出我很坚强。所以呢，她在妈妈的面前，她是不能脆弱的。对，所以她永远，我从来没看过我女儿掉眼泪。但我知道她一定有偷偷哭。其实，在看她在讲她叙述妈妈跟妈妈这一段，还有她自己为什么要假装坚强这一段，她的那种保护色，我其实有一点感同身受。其实，在这一段以后，我对于她所有的行为稍微有点理解了，对，要不然我之前也觉得你这个小女生也真是够了，对。好，没事，一个妈妈的心声。前面几集看到的他做这个行为，我们就单纯对他的行为去做一个评断，不知道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的成长环境，我们不知道他经历过什么，或者是他在同侪之间他曾经受过了什么样的伤害。最大的原因是在于他过于年轻，他其实是这一个家里面最年轻的小孩。对，我觉得就不用太快让自己身上有那么多自己贴的标签。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2个女生都太想要让大家觉得她们很完美。那其实我觉得不用活得这么累。没错。对，我觉得他们在这里反而让他们好好的了解我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想要过怎么样的人生。你知道上帝造人有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什么？因为全世界就只有一个你，没有第2个你了。祖父的上升是狮子座，狮子座永远都有金色的鬃毛。狮子座是不能被人家看到自己伤疤的那一面，所以他的鬃毛是为了掩饰起那些伤口。祖祖有时候可以让自己鬃毛剪短一点，撩起来一点，让人家
偶尔安慰你，展现你软弱的那一面，你不一定都要露出狮子的利爪。他对自己要求高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当发现方向不对，人家有意见的时候，那你就勇于的承认，然后去做改进，这样就好了。就是给自己的叙述不用说死啦。老实讲，其实就不要说死，因为你不一定做得到。真的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呢，换个方式，你一开始讲说我超脏。我跟你讲，我超脏，然后有一天我收杯子，哇，你收杯子，你不是公主。所以呢，一个晚上发生很多事情，让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要准备海鲜汤面。海鲜汤面，海鲜汤面。我今天要准备海鲜汤面，各位。海鲜汤面是昨天故事里提到的那个海鲜汤面。没错，就是昨天故事里面的海鲜汤面，各位。我昨天原本真的想说，我真的是心如死灰。我想说，我就把红利城的披萨真的认真的抢过来好了。但是后来想一想，不行，不能愧对我阿嬷的真传。还是做一个海鲜汤面给大家吃好了。很小的时候很喜欢吃海鲜汤，然后那时候还因为写海鲜汤面的文章，然后登上那个《国语日报》，然后有个很大的一幅篇幅，是我第一次拿到稿费，就是那个故事，是一个快20年没吃过的食物。对啊，大家要一起来挑战我20年前的味蕾哦！我真的在来之前，我就很认真的就是复习了一下我的卤肉的技巧啊，然后我蛋炒饭的技巧啊，我蛋包饭的技巧啊，还有我关东煮的技巧。结果我这次来，然后我要做菜，我完全没有用到我复习的技巧。我打算要做海鲜汤面，各位，大概是我19年没有吃过的东西。厉害了吧，厉害了吧！只有少数的人知道我要煮，比如说洪立成还有石头，因为他们昨天说知道我要煮的反应才让我心碎了，两个人都露出的表情。石头又马上想要收敛他的表情，但是也来不及了。我就觉得我没有想到来到这里，我会思考以前那么多以前不想再想的事情。过了就是过了，然后就一直压着，一直保持一种如履薄冰的平衡感。可是没有想到来这里以后，然后发生那件事情以后，整个把我小时候的一些回忆，或者是正视自己成长过程发生过什么事情，试图压下去的东西全部都带出来。没想到一次带出来是蛮伤的。昨天一整天都呈现在一个心理咨商的状态，然后早上先跟姐姐，然后下午跟我朋友，然后晚上的时候 interview 又心理咨商，所以就是等于说我一整天都在接受就是免费的心理咨商。然后在我连续的重击我自己3次这个伤疤以后，今天早上起来我突然间觉得好像没什么好怕的。真的，我一开始以为只有戏剧就是在表演的时候，然后在演戏的时候跟着导演在镜头前面解剖自己的时候，那才会是疗伤。可是我没有想到演个实境节目也会有这种效果，没有想到参加个实境节目也有这种效果，非常的棒，真的很棒。海鲜汤面，感觉有点可怕。19年的味蕾哦，19年没吃哦。他告诉立成跟石头，他要做菜的时候，他们的表情让他很受伤。我觉得他们会有那样表情是正常的。哎，你想想看，他们第一天那时候 Jerry 去的时候，他都说他不会丢个大蒜。我觉得我自己变大厨了呢。其实他那天并没有展露出太多他的厨艺，所以当他说要做菜，但他一定会害怕。重点是他在教练车上，结果他竟然是一个人，我以为他真的会找立成。哎，等一下，这一集立成有出现吗？有，不太有讲。立成杀青很久了。如果我们以戏剧来讲，他这集钱蛮好领的，蛮好赚的哦。但就如果以曝光率来讲，他这样又太少了，所以帮自己制造一点话题可以吗？那我帮他曝光一句话了。其实立成跟思雨的星座盘互相敬对方的夫妻宫。哇，夫妻宫！真的假的？立成是射手座，上升天蝎。
狮与是天蝎座，上升射手，他们应该是能很彼此能了解对方一举一动的一对。对，那同样在反观另外一对，皇上跟姐姐，其实他们的互相之间是非常互补。金牛座最合的星座莫过于狮子座，可是这里面并没有狮子，跟狮子最相似性格的就是牡羊座。伟安的金星，我们讲是一个人的爱情，其实又跟 Lara 的他两个是非常搭的。所以我想姐姐跟皇上，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其实在星盘上是会来电的两组。哎，我觉得我们节目真的很适合搭起那个爱的桥梁，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要结婚前，妈妈会觉得担心，就说啊，我行动机啦。就是说，我们先同居，因为人要相处，你要住在一起才知道彼此是不是不适合的卖结婚啊。所以你看，他们就是先住在一起嘛，行不行？行，开始交往啊。对，不一定有性行为哦。你看他们现在住在就没有性行为，但是是住在一起，所以妈妈不用担心。或者是有人讲说，如果要确定能不能跟这个人走在一起，另外就是出国，因为平常两个人都是。相处完，你回你家，我回我家。出国的这几天，这1个礼拜是每天住在一起，其实跟同居是一样意思啊。很多情侣就是出国之后，只要有吵架，基本上就是要么就是退一步，要么就对，我就曾经这样，在机场连说再见没有我就走了，就再也没有。真的，一起出国比同居还严重。对啊，那时候一定都会吵到炸裂。价值观都不是。好，所以呢，今天就到这边，但是我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接下来他们6位小伙伴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拜拜。